观之道，为师者。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挚友小关，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如果你的呼吸只吸到肺里，那么只是维持生命；假如你的呼吸能够过腰入肾，才是真正的养生之道。古中医认为，呼吸入腰，百病全消。今天小关就来教大家如何呼吸入腰。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希望大家能点点订阅和小铃铛，您的支持是小关最大的动力，感谢大家。我们生命的延续，脏腑机能的运转，都是靠的是气的流转。五脏之气、六腑之气、经络之气、筋肉之气，我们的四肢百骸，全身上下无不有气的运转。任何一脏腑功能的实行，无不是气的升降出入的表现。那么这一身之气是怎么来的呢？又是怎么输布的呢？我们不妨从头说起。一身之气是由我们脾胃运化而来的水谷精气和肺呼吸而来的天地清气混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我们胸中的宗气。我们的宗气在上如天，似星罗棋布，而人的元神在下，如坤土无边。这个宗气和元气融合，形成一身之气。一身之气融合生成后，又各自分布于脏腑，形成脏腑经络之气。所以说，我们的宗气必须沿三焦下行交融于元气，才算完成使命。那么我们的宗气是如何下行的呢？靠的是肺的速降作用。什么主肺气的速降呢？除了肺本身的功能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便是我们的肾。原来我们的肾，中医认为有封脏之能。这个封脏之能的表现，除了固精摄精之外，还有一个就是纳气。肾气强，纳气有根，则肺的速降之能才得以正常实施。若肾气收纳无权，则速降不及。因此呼吸这件事必须入腰入肾才算最好。这样就意味着肾发挥了纳气之功，肺气才得以速降，宗气才得以下行，元气才得以滋养，一身之气才得以周流。一身之气的周流正常，脏腑功能才会正常，我们的身体才会健康。这就是所谓呼吸入腰，百病全消。咱们普通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做深呼吸。深呼吸的时候啊，不但胸廓扩张，腰部尤其是双肾处也要有力扩张，感觉如气入腰，使得呼吸深远绵长，好最大的程度发挥肾的纳气之效。如此可以让宗气下行与元气交融。我们每天在空气比较清新的地方做深呼吸200次，日久会起到意想不到的保健效果。但遗憾的是，生活中能主动这样做太少了，大部分人只是浅浅呼吸而已，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想要深呼吸到腰部，这不得不谈到腹式呼吸。其实我国古代医家早就认识到腹式呼吸有独特的祛病延年之气功，于是创造了吐纳、归息、气沉丹田、胎息等健身方法。唐代名医孙思邈对腹式呼吸尤为推崇，他每天于黎明至正午之间行调气之法，仰卧于床上，舒手展脚，两手握大拇指节，距身4、5寸，两脚相距4、5寸，数数叩齿引玉浆，然后引气从鼻入腹，吸足为止，久住气闷，乃从口中细细吐出，勿使气尽，再从鼻孔细细引气入胸腹。这种腹式深呼吸吐故纳新，使人神清气爽。明代养生家冷谦在《修灵要旨》中写有养生16字令：一吸便提，气气归齐；一提便咽，水火相间。这16字秘诀包含了提杠、咽津、腹式呼吸3种保健练功方法，是祛病健身延年的法宝。人的呼吸形式分为胸式呼吸和腹式呼吸2种。胸式呼吸主要是依靠肋间肌的收缩来带动胸廓，从而牵动肺部而进行的呼吸。腹式呼吸只以膈肌的上下运动来扩大和缩小胸腔为主，肋间肌运动为辅而进行的呼吸。两者相比而言，腹式呼吸弥补了胸式呼吸的缺陷，其好处多多。一是锻炼肺泡，增加肺活量。胸式呼吸时肺活量小，肺组织利用率低，只有肺的上半部肺泡在工作，占全肺4/5的中下肺叶的肺泡却处在休息状态，呼吸一次约5秒钟，吸入约50T 毫升空气。这样长年累月的下去，中下肺叶得不到锻炼，长期废用，易使肺叶老化，弹性减退，呼吸功能差，肺活量下降。这样一来就不能获得充足的氧，也满足不了各组织器官对氧的需求，影响机体的新陈代谢，机体抵抗力下降，易患呼吸道疾病，尤其是老年人肺的退行性疾病多侵犯中下肺叶，偶感风寒易发生肺部感染。
因此，胸式呼吸不利于肺部的健康。腹式呼吸好就好在，呼吸时膈肌上下活动范围加大，胸腔容积得到最大范围的扩展和回缩。呼吸一次约为10至15秒钟，能吸入1000至1500毫升的空气，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肺组织，使中下叶肺气的肺泡在换气中得到健康的锻炼，改善了肺部的血液循环，从而防止肺的纤维化，延缓了老化，保持良好的弹性，提高了肺活量，可使机体获得充足的氧，随血液运行而不散周身，并能满足大脑对氧的需求，使人精力充沛。由于肺功能增强，无形中增强了肺部免疫细胞对尘埃和病菌的吞噬和清除能力，有效地预防了肺部多种疾病的发生。二是促进腹部运动，防范多种疾病。我们知道，大腹翩翩的将军肚是孕育多种代谢性疾病的温床。如果能坚持做腹式呼吸运动，随着腹部突出急缩回的节奏，可使腹肌得到有效锻炼，消除堆积在腹部皮下的脂肪，改善体内的脂质代谢，起到防治血脂异常、动脉硬化、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脂肪肝等病的作用。温馨提示：腹式呼吸时的腹部运动对整个消化道都是种极好的调节，促使胃肠道的蠕动，利于腹腔肠系膜的血气运行，增强消化和吸收功能，加快肠道内粪便和毒素的排出，预防中老年人习惯性便秘、内外痔、大肠癌等病。腹式呼吸还可疏肝利胆，改善肝功能，促使胆汁分泌，对脂肪肝、胆囊炎、胆石症、慢性肝炎等都有很大的好处。三是疏通经络，健脑安神益智。人体的足厥阴脾经、足少阴肾经、足阳明胃经、任脉、带脉等经络通过腹部，遍布着几十个穴位，尤其是神阙穴。肚脐是人体先后天经气运行的枢纽，而腹式呼吸是对经络最好的锻炼，有利于经脉的运行和精气的流通，保持了内环境的稳定。尤其是在做腹式呼吸时，精神专一，一手丹田，在这种禅悦的气功态下，生命节律井然有序，大脑的兴奋与抑制和谐平衡，这对防治神经衰弱、情绪抑郁、失眠等症大有裨益。四是改善盆腔血运，增强生殖健康。随着腹式呼吸时的腹部运动，改善了盆腔内的血液循环，增强了生殖系统的健康。如果将腹式呼吸法中的顺势呼吸、逆势呼吸与提肛运动结合起来，更会起到益肾强精、延缓性腺衰老之妙，对防范卵巢、子宫炎症和男子前列腺增生都有一定的作用。腹式呼吸有顺势和逆势两种呼吸法，顺势呼吸就是吸气时把腹部鼓起，呼气时把腹部收回；逆势呼吸是指吸气时将肚子收缩，呼气时再把肚子鼓起。腹式深呼吸简单易学，站立坐卧皆可，随时可行，但以躺在床上为好。仰卧于床上，松开腰带，放松肢体，思想集中，排出杂念，也可以说是进入气功态。若做顺势呼吸，由鼻慢慢吸气，缓缓鼓起肚皮，一呼一吸，每口气坚持10至15秒钟，屏息1秒，然后徐徐从口中呼出，每分钟呼吸4次。做腹式深呼吸时间长短由个人掌握，也可以与胸式呼吸相结合，这便是呼吸系统的交替运动。如果能常年坚持每天做腹式深呼吸至2次最好。最后，小关祝愿大家都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呼吸入腰，您学会了吗？更多养生知识想要知道，欢迎在视频下方给我们留言。如果您觉得通过此视频学到有用的知识，希望您分享给您身边的朋友。喜欢小关别忘记点击订阅哦。我们下期再会。